冬奥会在最近已经过半，大家在看比赛的同时，也在期待着中国队可以在比赛中多拿金牌。然而，事实上，目前中国队夺金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。目前中国队只获得了4枚金牌，目前处于第一的得了8枚金牌的挪威，形势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严峻的。现在中国队比较拿手的是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，希望他们这次可以在其他比赛中拿到好的成果。自从冬奥举办之后，也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。除了在赛场中一些感人画面之外，还有令人愤怒和反感的事情。而让观众们和网友们真正反感的就是韩国队。韩国队以犯规闻名，不管是哪一场比赛都有严重犯规行为，曾经也惹怒了中国队的一些王牌，像是王蒙和武大靖等人，都在韩国队手上吃过亏。这一次韩国队同样故技重施，但中国队这边早就做好了充足准备。韩国队犯规的行为已经成为了著名现象，除了短道速滑之外，包括乒乓球等也都有犯规的事情发生。为了杜绝这种有失公平的脏操作，这次冬奥会准备了猎豹摄像头，在高速行驶下绕圈转，能完全跟进比赛速度和短道速滑队员的实时动作，也将一切不公平的行为记录下来。裁判也可以通过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来处理一系列的犯规行为。但尽管有这种高科技阻止犯规和不公平的现象发生，大家还是忽略了韩国队犯规的程度。在这2天，韩国队为了夺冠，脸都不要了。在这2天，短道速滑男子500米比赛已经结束，武大靖无缘夺冠。武大靖这次无缘夺冠和自己的实力没有关系，而是蒙冤败在了黄大宪身上。没错，这次又是因为黄大宪。黄大宪在之前也曾经和武大靖在同一跑道上，也因为黄大宪的犯规行为，两人曾一起滑出过赛道。事后两人还返回了赛场重新比赛，为此武大靖也曾在采访中公开怒斥赛道可不可以干净一点。而这次武大靖又一次因为黄大宪无缘夺冠，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。在这次比赛中，黄大宪在比赛时抬起了自己脚上的冰刀，险些划伤武大靖的脸，而武大靖为了躲避黄大宪的抬脚的冰刀，前方的视线受阻，最终被后方的选手超越无缘夺冠。这一次武大靖的实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而事后裁判员也没有针对这个动作有过判罚举动。因为这两人没有直接接触，所以武大靖也不存在重新比赛的可能性。这番动作让很多人心疼和生气，而更令人难以接受的就是王蒙说出了这次武大靖比赛的一些事情。他说了实话，表示黄大宪不好对付，不是因为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，而是因为扎人的动作令人印象深刻。假如武大靖不避让的话，黄大宪的冰刀就会直接搁在脸上，武大靖没办法，只能躲避。而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，两人没有直接接触，这种动作判犯规的可能性极小，即便申诉的可能性也很渺茫。因此黄大宪这一次得逞了，说不定下一次还会用这一招来对付其他的选手。这不仅是中国队不好对付的，更是其他队不好对付的。王蒙的一番话也说明了武大靖在比赛中的处境，难以想象他在赛场中是以怎样一个心态比赛的，而网友们更是难以接受。同时这也意味着韩国队的脏手段可能会更加隐蔽，会在不被判罚的情况下犯规，但别人就是抓不到错处。这次中国队接受了这次的结果，但不代表其他队会接受。韩国队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断绝自己的后路，如果真的靠这个脏手段伤了人，后果也会不堪设想。目前冬奥的一系列比赛还在继续，希望接下来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可以继续努力，公平比赛，关注杂酱体育圈，随时关注最新资讯。我们下期再见。